把所有的隐患消灭掉，否则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呀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软盘你们那儿还有谁知道？这就好。俗话说，一步先机，步步先机呀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下一步必须要做的是2件事啊。第一，对丁丽芬死亡定性上，自杀不行，误杀不行，他杀更不行，必须是意外事故。只有意外事故才能避免所有人对死亡背景原因的探讨。第二，必须马上追回那台电脑和软盘，电脑要清理内存，软盘要保证绝对不能被复制。我明白，电脑不是问题，这个把握我还有。关键是现在马凡下载的那个软盘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今天晚上就能拿到。这个软盘是假的，拿走吧。这好像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是你啊？1天多了你也不打个电话？哎，别拿自己不当外人，换鞋。你呀，就不能学学外国电影，也问上我一句，喝点什么？喝点什么？咖啡。没有，只有可乐。加点冰块。哎呀，该问的问了，该找的找了，就是没有你姐姐的消息。你这么晚来，就是告诉我这个让我失望的消息啊？哎，没有消息，总比有坏消息强吧？宋总，丁丽芬那边的事情，既然交给齐新军了，咱们还有必要再插这么一杠子吗？齐新军不是个让人放心的人。如果丁丽芬手里真有那张软盘，绝不能落到他的手里。哎，对了，李总。你姐姐回来那天，曾经托我帮助她寻找那台随身携带的电脑，后来听说又找到了。电脑呢？在。我可以看看。可以。你怎么知道他走的时候没带电脑？警察就是警察。这台电脑我要带走。这不好吧？这私人物件。正因为是他的私人物件，而且又丢过一回，所以现在放到我这儿来保管，不是更妥当？
说那天那个送电脑的人真的神神叨叨的。哎，丽芳，那个人他没有说他打开过这个电脑吧？你可真够蠢的，你竟然能提出这么蠢的问题。那丽芬是什么人？她这么谨慎，能不在电脑里设置密码？哎，什么意思你？这里面有国家机密啊？你闹什么闹？行，今天到这儿，明天有什么消息跟我联系啊！再见。站住！就这么走了？怎么？你要送我？你要真这么走，那我真的觉得你来就是为了这台电脑来的。李芳，你的判断总是走极端。哼。喂，问题严重了。为什么？也许他已经感觉到这台电脑的危险，自己就把有关 LTV 的内容全部删除了。你找回来的软盘是空的，现在电脑里也是空的，你作何解释？难道是巧合吗？我太了解丁丽芬了，她处理问题非常周密，所以在删除前呢，我想她肯定是复制了一份软盘。可我们要找到这张软盘，无疑是大海的挑战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有2张软盘，一张在裘其刚那儿，另外一张在只有丁丽芬知道的地方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假如真是这样，麻烦可就大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为了奥华，你必须把他们找到。我虽然会尽力，但是呢，这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告诉你，我找软盘的目的跟你们不一样。废话。
李芳，金芳，是啊，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别慌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才来？什么事儿？说，刚才我听到那个房间有声音，然后我就问谁，结果灯一下就灭了。哎，你从哪儿进来的？我从门进来的，门开着的呢。从门进来的？对呀。怎么了？真进来人了？啊？快，看看。小偷什么都没偷，奇怪，要不他的偷窃就是带有特殊的目的，是不是？这有什么机密文件？他不会知道你姐姐有什么秘密东西吧？你姐姐回来以后，他没有委托你替他保管什么东西吧？我觉得你说话怎么这么怪啊？这小偷为什么一定要偷我姐的东西，不偷我的呢？你把他电脑拿走，现在又说贼惦记他的东西，难道我姐真有什么事儿？哎，太晚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再来，啊。哎，别走，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？你在干嘛呢？我在欣赏这幅画。生活要是能这么安静就好了。嗯。宋志林吗？手伸得太长了吧？什么？昨天晚上丁家的事儿，你怎么解释？少来！刚才大家对江都的社会治安问题都谈了自己的看法，有些看法我非常同意。应该说整体上来讲，江都的社会治安是好的。比如前不久吧，建设路小学那位姓李吧，
李老师见义勇为，这个事情媒体就应该很好的去表扬啊，我们应该大力表彰这种先进的事情。但是今天咱们既然是研究问题，那就得把问题提出来。我这里强调2点：第一，我们既要抓一般的刑事犯罪和什么事儿啊？有几位工人啊要见见我们市委领导，那请他们进来吧。合适吗？哎，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正好这个常委们都在，听听大家意见。啊，那请他们进来吧。好。有几位工人同志想进来跟领导们反映意见，咱们大家听一听。来，师傅们，请坐。啊，谢谢领导。我们不做了，说完就走。我们这儿都是轧钢厂的工人，这个厂是多好的一个工厂啊！过去呢是一直被人羡慕的单位，可现在倒好啊，这1万多口子要靠国家救济过生活呀。赵师傅，您能不能说点具体的问题？具体的？什么叫具体的？今天我们来谈的就是具体的。这位师傅啊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深入调查。我们今天来是要一个公理呀。我们轧钢厂的问题有没有解决？还有张向东的问题，奥华集团是不是侵吞了国有资产啊？总得有个说法吧？好的，是的。来，到隔壁慢慢谈。程书记，你们继续开会。唐局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您的身体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没事儿。李医生，我听说你跟死者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班同学。您的意思说，我应该回避？那倒不是，我是想打听一下，既然你们是同学又是朋友，那么这次丁立峰回江都是公务呢还是私事？这个你知道吗？他这次回来的挺突然，事先根本没跟我联系。我都是刚才接到报案才知道他回江都了。前几天听我丈夫念叨过几句，说新来的程书记要调他回来参与复查轧钢厂倒闭案，他这次回来也许跟此事有关吧。那么丁立峰的事，梁副市长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还有什么情况？别的情况没有。哎，唐将军，没事。唐局，您身体不好，何必亲自来呢？这么大事，能不来吗？尸体是什么人发现的？啊，是附近的一个村民，吓得够呛，前言不搭后语的，也说不清当时的情况。哎，新军呢？加班，明天早晨我要知道结论。
你有初步的判断了吧？如果没有新的物证，基本上可以排除他杀的可能。啊，就是自杀了。自杀？他为什么要自杀呢？唐局，除了自杀呢，似乎还有一种可能。什么？不慎溺水。唐局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，这儿有我和启鹏呢嘛。哎，吕医生，来，吕医生，这样您先陪唐局回去吧，好吧？再说你和死者呢是同学关系，也应该先回避一下，好吗？经过法医鉴定，死者死亡时间呢是9月25日晚上9点到10点之间，而马湾段的尾塘呢又属于非流动水域，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，死者尸体所在地就是事故发生地。经过排查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：第一，排除他杀的可能。因为从现场的自然状态以及死者的尸体上，没有发现任何搏斗过的痕迹，而死者生前呢，又是一个口碑极好的领导干部，对上尊重，对下谦和，不十分看重个人利益。对于这样一个人，不可能招致仇杀。第二，经过尸检，死者呢确信溺水身亡。但是从他随身携带的这些物品来看，作为一个准备去自杀的人，他不可能携带什么像化妆盒呀，还有大量的现钞、手机等等物品。根据这些情况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他自杀的可能。既不是自杀，又不是他杀，总不会心脏病发作自己掉进水里的吧？你说对了一半。他确实是不慎溺水身亡，但是他没有心脏病史。这是警方的结论吗？丁丽芬的尸检结果证明，这调查的架子你刚刚搭起来，可是你这一走就是3个月呀！现在又出了丁丽芬的案子，这个独角戏你让我怎么唱啊？哎呀，市委市政府人才济济，你怎么会是唱独角戏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案子查好了是你的功劳，如果出了问题，你就是单枪匹马？哎呀，志英同志，你真会开玩笑。哎，小林，来把这个给档案室。玩笑归玩笑，这次复查工作，常委不是已经做了全面的部署吗？你就放心大胆去干就行了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，调查一定要封闭式的进行，以免扩大影响。哎呀，棘手啊！轧钢厂的问题
6年前就有了定论了，现在你让我推翻它？哎，老梁，谁让你推翻原来结论了？你可千万别先入为主，带着框框去调查，还没准调查的结果出乎人意料呢。哎呀，可是调查的压力很大呀，很有可能会阻力重重啊。当然了，专案组可以马上开展工作。程书记，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合适的切入点呢。再有就是关于丁丽芬的死，我总在想，丁丽芬的哥哥丁孝文是这个项目的引进商，那丁丽芬肯定也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。老梁，我这次把丁丽芬调回江都，就是想跟他了解一些情况，结果我这还没工作就出了意外，所以我总觉得丁丽芬的死还是个疑团。对于他的死因，公安部门早就有了结论了。对于这个结论，咱俩的看法不是一致的吗？我觉得你这个主管政法的当家人，有必要责成公安部门对这个结论再复查一下，这个事情要抓紧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昨晚被盗的时候我没打算报案。你这么兴师动众的，我得告你滥用职权了。丽芳，我们呢，不是为昨天晚上的盗窃案来的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姐姐找到了。丽芳，哦，一会儿我送你去机场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还得回家拿行李。那你就多保重了。行了，你受累了。你姐姐的死因虽然已经被确认是不慎溺水身亡，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疑问。那就是她为什么会独自一个人到那么远的江边去？我这儿有一串钥匙，是在你姐姐风衣兜里发现的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们也。江医生，孙军，怎么回事啊？江医生，江医生，非常不幸，在马湾江边呢，发现了丽芬的尸体，刑侦鉴定已经出来了，确认是不慎溺水身亡。不慎溺水身亡？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啊！丽芳上大学的时候是全校有名的水鸭子呀，全系游泳比赛的时候她拿过名次。
你们公安局的吕红碧法医是他的同班同学，他了解这个情况啊，打电话让他来。江医生，但是丽芬的死呢，确实是个例外。例外？江医生，我们正在对丁丽芬的死亡原因进行复查。我是死者的前夫，死者女儿的亲生父亲，我有知情权吧？啊，每个人都有知情权，是吧？我不相信这个结论，我要求保留死者的遗体，我要求澄清事实真相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哎，我们现在在干什么？我们不是为了真相吗？江医生，你看起来很激动，但是激动的有点反常。面对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结论，激动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。他到江边干什么？他是接到一个邀请电话，走了。那既然是接到邀请，那就说还应该有一个人在，还应该有个人。我们查询了丁丽芬的手机通话记录，当天晚上打入她手机里有4个电话，一个是没有来电显示的空号，剩下的都是你们家的座机号码。是，对，我打过，没通，没打上，没通，没接他。他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他要去什么地方？没有，他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匆走了。说了，好像一个挺陌生的名字吧，我这个没听说过，我想不起来了。这很重要，你最好认真的想一想，因为只有我们知道他的具体去向，才能够对他为什么要去江边做出判断。这样，我提醒你一下他有可能去的地方：街名、地名、行政区名、社区名，或者是公寓名。丽芳，这个名字很重要，一定要把它想起来啊！秦军，对了，那天你也是跟他最后接触过的人，你们当时在一起聊了有2个多小时，他没跟你说什么吗？这样吧，今天先到这儿。丽芳，你现在呢，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，好好休息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就必须要面对这个
残酷的现实。好好休息啊！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必须要确定的问题。啊？什么？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啊，你说。我们在你姐姐的通话记录当中查到一个打入电话，是当天下午打进来的。打电话的这个人叫马凡，你认识马凡吗？啊，认识，一面之交，见过。他来过家里，他跟我姐姐是同机回到这个江都的，当时他是来送，我姐姐丢失的那个电脑，对，见过一面。你确认他是马凡吗？对，确定。那我姐姐说他的名字我就记住了，麻烦嘛，对，当时就记住了。那我可不可以看看这台手提电脑？电脑在新津这。丁立方说的这个情况，真的很重要。看来我真是要修正我原来的思路了。你指的是丁立方和江康那个玩笑吧？据我知道，当年离婚呢是丁立芬提出来的，但是离婚以后呢，他对江康一直都很歉意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丁立方的这个玩笑就直接构成伤害了。这种伤害啊，很可能就致命。你说丁立芬是自杀？你想，江康过去是丁立芬的前夫，而且这两个人呢，原来是非常融洽的一对模范夫妻。这不符合情理。这种情感之谜，也许真的能应验我们现在的这种判断，会吗？怎么了，金子？我发觉你在丁立芬的死因上显得特别的摇摆不定，这不符合你的办案风格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回避这个案子。理由呢？理由就是你和丁家姐妹的关系，我想这种关系是导致你判断模糊的原因。江医生，你在跟踪我？应该说，我们俩是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这个地方。作为丁立芬的前夫，我希望你跟踪我。更希望你怀疑我，因为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至少说明你们警方已经否定了丁立芬不慎死因溺水的结论。非常遗憾，我不是跟踪你，到现在目前为止，我也没有怀疑你。这么说，你们不打算改变这个结论了？江医生，丁立芬死的突然，她的死因要么就简单，要么就很复杂。要想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完全取决于她的死亡定性上。关于这一点，你尽可放心，我们会努力的。江医生，能说说丁立芬吗？你让我说什么呀？什么都行。
兴趣、爱好、社会交往，包括你们的婚变，能说说吗？假如我要是拒绝呢？你有理由吗？理由？理由只有一个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不相信你们做出的那个结论。我要求澄清事实真相。